你好，我是小好，今天我们一起学习 HTML。嗯，先看 HTML 简介，这个网站是 W3C 的一个网站，然后它上面有许多的语言都可以学习。首先，什么是 HTML？它是一种用来描述网页的一种语言。HTML 指的是超文本标记语言，然后它不是编程语言，是一种标记语言。标记源是一套标记标签，然后 HTML 使用标记标签来描述网页。我们直接来以案例来，先做一个案例来体验一下。现在回到桌面，新建一个文档，然后打开，然后输入的时候一定要是英文的，比如说要切换到英文，后输一个 HTML，然后再输一个 head 杠 head。我再输入一个 body 杠 body，啊，比如说写一个标题 title，让它这是第一个网页，body 里边也写一句话吧，就最简单的就直接写汉字吧，Word，看一下刚才的例子写的啥？哦，他是直接写了一个 HTML 结束 HTML body 杠 body 写了一个 H1标签，就是写了个 P 标签啊。我们运行，我们把它保存完以后，需要改一下后缀。txt 是文本文档，然后我们把它改成点 html，点 html。好，然后我们双击运行看一下，这样就出来了 Hello World。然后标题是在这个地方，这是我的第一个网页。这样我们就把第一个 Hello World 写出来。然后我们继续看 HTML 标签，通常被称HTML 标记标签通常被称为 HTML 标签。HTML 标签由尖括号包围的关键词，比如尖括号里面有个关键词 HTML。HTML 标签通常成对出现，比如尖括号 b 尖括号，然后尖括号杠 b 尖括号。标签对中的第一个标签是开始标签，标签对中的第一个标签是开始标签，第二个标签是结束标签。开始标签和结束标签被称为开放标签和闭合标签。HTML 网页文档 HTML 文档等于网页 HTML 文档描述网页 HTML 文档包含 HTML 标签和纯文本 HTML 文档被称为网页。外部浏览器的作用是读取这个 HTML 文档，并以网页的形式显示出它们。浏览器不会显示标签，而是使用标签来解释页面的内容，比如这样的内容。HTML 之间的文本描述网页，body 之间的文本可见的页面内容，H1之间是被显示为标题。P 之间的文本被显示为段落。简介就说完了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HTML 的编辑器，使用 Notepad 或者是这个 Text Editor 来编辑 HTML，来编写 HTML，也可以使用专业的 HTML 编辑器，比如 Adobe Dreamweaver，还有这两个，然后我现在用的
就是这个 Sublime，然后如果有需要这个软件的汉化版的，可以找我私信。比如我们现在用这个很简单，因为它有一些快捷键。需要比如说现在我们先保存一下，保存在桌面，然后就叫做然后1.html，然后用 HTML5，好，就出来了。比如说现在我们输入 HTML，然后按一下 Tab 键，就自动会生成这个基础的标签，比如这有个 Type HTML，还有这些 head 和 body，还有一个大的 HTML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，输入标题，这里是标题，比如我们写一个 H1 标签，这里是 H1，然后我们写一个 P 标签，写一个 P，然后再按 Tab，自动就会生成出来，这一对标签。这里是 P 标签，保存一下看一下。然后它还有这个 Sublime 用起来的话，可以点右键，然后在浏览器中打开，这样就出来了。这就是我刚才编写的，这里是标题，这里是 H1，这里是 P 标签。然后 HTML 的基础的话，我们看一下，HTML 的标题是通过 H1 到 H6 定义的，我们之前使用了 H1 了。H1 到 H6是大小不一样，H1 最大，后慢慢的变小。HTML 段落是用 P 定义的，就是刚才我们也使用了一个 P 标签，中间的文本就是用来显示这个段落的。然后超链接是 A，就是我们直接复制这一段，我来试一下，加一个超链接，看看这个超链接在网页中打开是什么样的呢？它是一个这样的颜色，然后下面有个下划线，然后这个鼠标点上放上去之后，它会变成小手，然后我们点一下，叮咚，它就会跳转到这个链接上来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超链接里面的链接的地址就是这个 W345的地址。然后我们继续看 HTML 图像，然后是用这个尖括号里面一个 image 表示的，它是一个单独的不用单独的标签，然后用一个杠尖括号就可以结束了。然后我们试一下吧，先随便找一个随便找一个图片，这样看对不对？这样就出来了。然后我们继续看，看 HTML 的元素吧。HTML 元素指的是开始标签到结束标签的所有代码。元素内容就是两个标签之间的，就是元素内容。元素的语法就是以开始标签起始，以结束标签终止。元素的内容啊，嵌套 HTML 元素。没有内容的 HTML 元素被称为空元素。空元素在开始标签中是关闭的。第二就是换行中，换行就是没有关闭标签的空元素。然后 HTML 提示使用小写标签，就是大写的 P 等同于小写的 P，但是呢，推荐使用小写。HTML 属性
属性总是以键值对名称值对的形式出现，比如说 name 等于一个什么，然后双引号里面是一个值。属性总是在 HTML 开始标签中规定。比如这个 A 标签地址是在 href 属性中指定，就是这个 href 等于这个就是网址链接地址，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。还有一些这个地方下面这些挺经常用到的，比如说 class 是属性，然后值的话就是一个名字 id，然后 style 表示样式，然后内样式，然后 title 的话就是标题 class 是类的名称。这个标题我们已经试验过了，然后这个还有一个 HR 表示的是创建水平线，分隔内容，使用水平线 HR 标签分隔文章中的小节。我们试一下，一个 HR 看看长得什么样，刷新一下。好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最下面有一条灰色的小横线，长横线，然后我们把它放到这张图片的上面嘛，更清楚一点。然后刷新一下，哎，它就出现在这儿了，这个图片上面。好，我们下一个看注释，就是先括号、感叹号两个横杠，然后中间的内容就是注释的内容。比如说我们现在把这个图片注释掉，快捷键的话是 Ctrl 加一个斜杠，就是问号的那个地方，然后就注释完以后，它就会变成灰色的了。然后我们保存一下，然后我们直接刷新，哎，注释完之后，这个就不会在这个页面上显示了。如何查看源代码呢？其实很简单，比如现在我们用这个谷歌浏览器，直接点击右键，就会有查看网页源代码，快捷键是 Ctrl U，Ctrl U，这样我们自己写的这个代码就会在这儿显示出来。段落的话是 P 标签，我们刚才已经用过了。然后 B2 是换行标签，折行，也就换行标签。我们来看一下 B2 长什么样。比如说我们在这个 HP 和段落标签和超链接标签之间加一个换行，会长成什么样？现在是 P 标签和中间是有这么大的空间，我们刷新一下，看它会不会变化。这就多了一行，你看，是吧？这中间这个地方有一行，就表示换行了。HTML 样式，就是 style 属性用于改变 HTML 元素的样式。我们来试验一下，比如说加一个背景颜色，加一个背景颜色，加一些字体的颜色或字体大小，完美对齐。好，我们直接实验一下。比如我们这个 P 标签，我们让它在它上面加吧，我们多复制一点出来，然后让它可以显示更多一点，然后我们加一个 style，注意一个 S，就会自动出来这个自动提示，然后我们按回撤，然后我们改一下背景颜色，比如说背景颜色 background color，然后我们直接输入一个 BA 或者 BC 啊 BCO 啊，还是 background color，然后 background color，
所以我们给一个黄颜色的背景，yellow 就是黄色的嘛。我们刷新一下，看看它是不是变成黄色的了。诶，这个确实变成黄色的了。然后我们再给它改一下字体大小吧。字体大小是 font size。现在我们比如说改成30像素，保存刷新就会变大。然后再改一下字体的颜色，font color 就直接是 color，不用 font 了，color 改成红色，刷新就变成红色了。再看格式化，文本格式化标签。这种的标签的话，就一般是很少用的，至少我是很少用的。HTML 引用，我们直接复制过来看一下效果吧。这些都注释掉，我们直接看一下效果。刷新一下，来，然后我们再试一下这个长引用的 backquote 效果。哎，这个感觉就有了，这个50年来，它这个引用就可能是一个格式上的吧。然后注释也讲过了，就是这个尖括号，注释标签这个和这个之间的注释。HTML 颜色由红、绿、蓝混合而成，然后颜色是由一个16进制的符号来定义的，这个符号由红、绿、蓝的值组成 RGB， 每种颜色最小是0，16进制就是井号00，最大值是255，16进制井号16进制是井号 FF。比如说这个红色 RGB 25500，然后我们直接，比如说我们写 red 的这个地方，所以我们现在重新写一个颜色，我们改一个，给字体加个颜色 color，然后我们直接把这个值复制过来，看看这个字体会不会变颜色。直接就变成红色了。这里还有许多的安全色，颜色的名称，可以直接写 red 嘛，或者说是这个16进制的值，或者是直接写 red。red 的值就是这个F 是个0，就是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写的 pink 等等。然后 CSS 就是文本的样式。我们现在写出来的这个页面非常的单调，没有现在这种排版和样式，所以说 CSS 就是起到这个作用的。独立的样式表最好是用独立的样式表。外部引用的话就是这样的 link，然后 style sheet type 等于 text CSS，然后链接地址的话就是这个 CSS 文件。
内部引用的话，就是直接一个 style，然后我们先这个是内联的样式，我们试一下吧，先用内联的吧。内联的用过了，我们先用内部样式表了。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这写了，直接写吧，写一个 style，然后按 tab 就会自动形成这种格式，然后再按一下 tab 就跳到了这个 style 中间，按下回车就可以写了。比如说我们给 P 标签加一个样式，我们加一个大括号，然后按下回车，比如给这个加一个背景颜色 background，我们加一个红色 pink 颜色吧，效果小心一下，这个效果就有了。然后我们还可以使用这个外部样式表的外部样式表的方式，可以直接在这个地方写一个 link 标签，然后按 tab 就直接跳到这个 href 这个值的地方。比如写一个样式表叫 mystyle 点 css 文件，我们需要新建这个文件，新建双击这个标签的地方，然后点保存，就放在桌面，就叫 mystyle 点 css。好，我们还是把刚才的那句话我们写一遍，比如说 p 标签，然后画括号，我们输入一个，这次改一下字体的大小吧，改成50个像素，看一下刷新一下效果，没有变化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检查一下，还有一个报错，他说没有加载这个 CSS。哦，我这个证明写错了，3个 S，我们改一下，这样就会变成这个齿轮的样式。再来试一下，好，这个字体就变大了。然后 HTML 的链接，链接就是 A 嘛，A 标签。然后我们刚才已经试过了，还有一个 target 属性，target 属性的话，这个下划线 black 会在新的标签、新的窗口打开这个文档，来试一下。我们点击的时候，它会在这个地方再新开一个窗口，点击一下，对，就这样。如果说我们不加这个，把这个值删掉，它默认的话应该是在当前的页面打开这个标签一下，对，下面图像，image 标签，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，然后还有一个 out 属性，是用来定义一串预备的可替换的文本。下面表格就是 table。表格是由 table 标签定义的，每个表格都有若干的行，每行被分割为若干个单元格，由 td 标签定义。字母 td 指表格数据 table data，即数据单元格的内容。数据单元格可以包含文本、图片、列表、段落、表单、水平线、表格等等。我们来直接复制一段看一下。哦，效果先刷新一下，它就长这样。比如第一行第一列，这第一行第一列，第一行第二列，第二行，第二行第一列，第二行第二列，最后就是长这样子。然后 HTML 列表，列表的话支持有序和无序
定义列表、无序列表、有序列表。看无序列表，无序列表是与 URL 标签，每个列表列表项始于 LR 标签。我们试一下效果。我们比如说 URL 标签，我们在下面直接输入，这样输入的话表示，一个 URL 标签，然后下面创建一个 LR 标签，然后乘上个4，比如说乘上个2，就创建2个 LR 标签，然后按查页，好，我们看一下效果，这样就出来了，这是一个无序标签。我们再看有序标签，有序标签其实就是把 URL 换成 OL，我们直接复制过来看一下效果。它就会写上1是咖啡，2是牛奶。定义标签的话就是 DL， 把 OL 换成 DL， 然后每一项是 DT 开始。我们看一下，它长这样子，自定义的标签，自定义的列表。再看一下块儿，块儿的话，可以通过 div 或span将 HTML 元素组合起来。大多数 HTML 元素被定义为块元素或内联元素。块元素在浏览器显示时，通常以星行来开始结束，这些都是块元素。然后，像内联元素的话，显示时通常不会以星行开始。div 元素是块级元素 ，div 元素没有特定的含义，它属于块级元素。span元素是内联元素，也没有特定的含义。这一个，这是一个 div 元素，这里是 div， 我们再是一个span元素，这里是效果，它就会这样。第一个 div 的话，这是一个 div， 它占用了一整行，然后下面这一个是一个 span， 它只占用了这一行的前半部分。我们还可以在后面继续输入文字，另外的文字，这样的话它会直接在这个span后面继续显示。我们刷新看一看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如果说在这里，这是第一段后面，这样虽然说这个是直接写在 div 后边的，但是在页面上显示的时候，它还是会换一行显示。我们刷新看一下，对吧？这是第一段后面的文字，然后这个span的话，在这个地方。再看最后2个类，这个不用看了，下一个 ID 属性是用于 HTML 元素指定唯一的 ID， 一个 HTML 文档中不存在多个相同的 ID 元素，就是说 ID 类似于我们自己的身份证号，唯一的，就这个意思。ID 属性指定 HTML 元素唯一的 ID， 在属性的值在 HTML 文档中必须是唯一的。ID 属性用于指向样式表中特定样式声明，这个后面再说吧。可以直接用一下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直接复制过来，然后现在是有一个 H1 标签，然后它给它这个标签加了一个 ID 属性，这是 my header，然后内容也是 my header，然后在样式表里面
样式里面，这段是样式。样式的话，如果想给这个 H1加样式的话，我们用 ID 加的话，需要写井号表示引用这个 ID，然后把名字写在这里，然后下面就是大花括号，然后把样式写在这个花括号里面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直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。好，这个就是改完之后的样式。我们看一下它都改了什么。背景颜色加了一个这个浅的颜色，然后字体的话改成了黑色，然后 heading 表示内编剧，然后40个像素，而且是上下左右都是40，比如说这一段有40，这一段有40，从这儿到右侧有40，这儿到左侧还是40，不对，从这儿左右的话是平分的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最后 x 的 line 表示居中。好，今天就讲这些吧，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观看，再见。